今天我们到这个一个纯野生的一个山里边的一个小水库，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测试咱们今天这几款鱼漂。我用的是优心运的1号，然后来测试一下这个漂的灵敏度。它属于一款呢巴尔沙材质的5A 级巴尔沙材质的15目的硬尾，整个漂身呢是属于一种大枣核状态的，所以它的稳定性非常的强。这款漂，今天呢主要就是来看看这款漂灵敏度怎么样，能不能达到这种我想要的那种感觉。这种野生的水域啊，不知道里边有什么鱼，不像咱们去平常的那种竞技池塘，还有放养池塘，所以今天咱们还现场情况来定。先钓2竿，咱们试一试。它既然是一款15目的硬尾浮漂，所以今天我调目呢是调了6目，空钩拌水调了6目。现在我钓呢，现在钓钝一些。因为我觉得这种野生水域里边的鱼，既然如果它要吃口的话，它会很重，所以我都要炖一些。好小啊！野生环境下的这种鱼就是这样，你不知道你会钓到什么。这个鱼貌似是那小草鱼一样，真的。好大的力气，好漂亮！我用我们的锐野，很不错的一款漂。刚刚那个草鱼呢，一直在吃钩，但是没有打，因为它吃钩比较小。我都准备提竿了，它突然来一个2目的钝口，我就把它打上来了。哎，很费劲，很给力，这条鱼。我们的浮漂灵敏度也很高，直接2目一个钝口，经过一条野生的大草，很爽。我们继续。有鱼，有动作，走，不知道是什么鱼。不小不小，好漂亮这种鱼，它只是轻微的一个下顿。哎呀，行了，中了，有成果。周，你用了1天这个漂，你觉得这个漂难不难调呢？调钓的时候不难调啊，我觉得很好调。因为这个很多钓友就反馈咱们这个漂啊会吃水，刚开始没准调的出来6目，钓着剩4目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你了解吗？这是什么原因？我觉得是因为他们这个吃水调漂的时候吃水啊，他没有吃进去，没有充分的对，没有充分的那个水签没有进去的话，它调的不出。它是哪一块在吃水呢？其实是它的这个漂尾期。咱们这个漂尾上用的油漆啊，都叫这种叫放大漆，也叫荧光漆。荧光漆的本身的特性，它就是要吃水的。咱们这个放大漆呢，传统漂的漂尾应该是0.6的、0.8的、1.0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它画的漆很小的一个面积，所以它吃水呢，吃起来不严重，有可能吃下半目啊，吃下1/3目，大家不会反应这么强烈。但是咱们这些漂尾，排水漂的漂尾，大概用的都是3.0或者3.5的漂尾了。它的漆画上就很多的，这个荧光漆的面积一旦要增大之后，它的吃水量也增大了。所以呢，咱们建议就是钓友，包括你以后下次再去钓鱼的时候，比如咱们调到6目了，不要去着急做钓，就着底了，就开始去挂饵钓鱼了。调到6目的时候，抛满竿，调到6目，好，找着底之后，把这个漂就泡在那里，不要动，转身开始开饵活饵。等你的饵大概3、5分钟、5、6分钟活好之后 ，OK， 如果它还是这个目数，证明它吃水已经满了。正常情况下，它应该都会下去1目到1目半的左右。
然后你再重新剪一下铅皮，调准。这支漂只要第一次它吃水吃饱和之后，你再用再也不会跑木。这就是大家用的排水漂一个误区，就啊，这为什么用就跑了，吃水了，这漂漏水，不光排水这边还漏水。动不动就跑木了，其实不是，是它吃水没有完成，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样。这个需要大家慢慢来适应，去普及一个东西。所以咱们每次钓鱼的时候呢，咱们会把一些东西讲给大家去听，然后让你亲自也能明白，让大家也都能明白这个原理到底是为什么会吃这个水。对。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？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认为，哎，这个漂我抛到同一个点上，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，什么原因呢？其实也不是说这个漂不准了，而是说它漂内有一个毛细吸收现象。它会有一个存留的水东西，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动作，你拿起竿来之后，就是每次在抛投时，你轻轻地抖一下竿，它的漂里边的水会抖掉，会有剩余的水量掉出来。你在抛的时候，哎，它会很准确，你调底就是掉底，除非刨出那个塘底不平的情况下以外，